亲爱的朋友们，欢迎来到微光夜读。佳佳，你当年那是怎好意思回来见人？小叔端着酒杯，眼里满是轻蔑。10年前，一场精心设计的陷害，让邓家家背负骂名，被迫辍学离乡。如今衣锦还乡，他面对亲戚们的嘲讽，只是淡然一笑。没人知道，掌控小叔命运的人已悄然变成他。小叔引以为傲的升职名单上已有他的一笔勾销。那个升职名单把邓家文的名字删了，一句话让满桌亲戚如坠冰窟。年夜饭还未结束，10年前的真相才刚开始揭晓。接下来开始我们本期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并开启小铃铛。冬日的阳光透过车窗洒在邓家家的身上，他望着窗外熟悉又陌生的街景，心中百感交集。10年了，整整10年没有踏入这个生他养他的小城，没有参加过一次家庭团聚，没有在除夕夜看过一次春节联欢晚会。时间的流逝在这座小城留下了明显的痕迹。曾经的老街已经换上了新装，但那些记忆中的角落依然清晰可见。邓家家紧了紧身上的驼色大衣，这件价值不菲的衣服是未婚夫杨巡送给他的新年礼物，如今却成了他面对过去的铠甲。出租车在一栋普通的居民楼前停下，邓家家深吸一口气，提着行李走向那个熟悉的单元门。门铃声响起，里面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，接着是门锁转动的声音。佳佳，母亲张慧的声音带着哭腔，眼眶瞬间湿润，双手紧紧抓住女儿的胳膊，仿佛害怕她会再次消失。邓家家鼻头一酸，10年来的坚强在母亲温暖的怀抱中几乎瓦解。他轻声说道：“妈，我回来了。”父亲邓建国站在母亲身后，眼里含着泪水，嘴角却挂着笑容，轻声道：“回来就好，回来就好。”邓家家能感觉到父亲语气中的欣慰，但也察觉到了一丝不易察觉的拘谨。仿佛父亲不知道该如何面对这个离家10年的女儿。客厅里，奶奶邓老太太坐在沙发上，目光透过老花镜打量着邓家家，神情复杂。奶奶，新年好。邓家家走上前，恭敬地向老人问好，心中却不由自主地绷紧。老人点了点头，语气平淡地说：“回来就好。这么多年不回家，你爸妈想死你了。”邓家家从奶奶的话语中听出了一丝责备，但她选择了沉默，只是轻轻点了点头。母亲张慧拉着女儿的手，眼睛里满是心疼。瘦了，这些年在外面肯定吃了不少苦。没事，妈，我过得很好。邓家家挤出一个微笑，没有提及这10年来的艰辛和奋斗。家里的摆设基本没变，只是多了几张邓家家不认识的人的照片，看样子是亲戚们的孩子。先去休息一下吧，晚上亲戚们都会来吃年夜饭。母亲轻声说道，眼神中带着一丝不安。邓家家点点头，心里明白母亲的不安从何而来。10年前的那场风波让整个家族都卷入其中，而今晚那些人又会重新聚在一起。邓家家走进自己的房间，10年未变的布置让他恍若隔世。床头还摆着他高中时的奖状，坐在床边，他拿出手机，看到未婚夫杨巡发来的信息：“到家了吗？一切还好吗？”他回复道：“刚到。”一切都好，晚上亲戚们要来吃饭，可能会有点复杂。杨巡很快回复：“别担心，有什么事随时告诉我，我明天一早就过来。”这个高大英俊的男人是他生命中最大的惊喜。
他的出现让他相信命运也会眷顾那些曾经受伤的灵魂。放下手机，邓家佳走出房间，到厨房帮母亲准备年夜饭。这是个忙碌而温馨的过程。母亲一边切菜，一边小声叮嘱：佳佳，今晚大伯一家和小叔一家都会来，如果他们说了什么，你就当没听见，忍一忍。邓家佳笑了笑，轻声道：妈，别担心，我早就不是当年那个会因为别人的话掉眼泪的小女孩了。张慧停下手中的活，担忧地看着女儿：你现在在那个什么投资公司当总监，大伯他们可能会不太信，你别生气。没关系，我不需要他们相信。邓家佳平静地回答，手上的动作却没有停下，时钟一分一秒地走着。临近傍晚，门铃声再次响起，年夜饭的第一批客人到了。大伯周泽明和大伯娘林淑华走进门，身后跟着堂姐陈小楠和她的丈夫高启元，还有他们的儿子小明。哟，这是谁啊？10年不见的佳佳回来了。大伯娘林淑华的声音带着一丝夸张的惊讶。邓佳佳放下手中的碗筷，面带微笑地走上前去问好：大伯好，大伯娘好。大伯周泽明点点头，脸上挂着客套的笑容：回来就好，这么多年不回来，你爸妈念叨你可不少。堂姐陈小楠上前抱了抱邓佳佳，语气中带着一丝优越感：佳佳，好久不见，这些年你都在哪里发展啊？邓佳佳回报了堂姐，语气平常：在北京凑合着生活。陈小楠的丈夫高启元走上前，上下打量着邓佳佳，伸出手：你好，我是你堂姐的丈夫，在德意志银行工作。邓佳佳礼貌地握了握手：你好，久仰大名。小明躲在父母身后，好奇地打量着这个从未见过的阿姨。邓佳佳蹲下身子，从包里拿出准备好的礼物递给他：小明，这是阿姨给你的新年礼物，喜欢吗？邓佳佳温柔地说道。小明怯生生地接过礼物，在父母的催促下小声道谢，随后迅速躲到了妈妈身后。大伯娘林淑华看了一眼礼物盒子，轻声道：现在的玩具可真贵，小明的玩具基本都是从国外带回来的，国内的玩具他都看不上眼。邓佳佳微笑不语，心里却对大伯娘这种炫耀的习惯感到厌烦。门铃又响了，小叔邓家文和他的妻子赵敏敏来了，两人一进门就开始寒暄，显得格外热情。佳佳回来了，长这么漂亮了。小叔邓家文笑着说道，声音大得有些刻意。小婶赵敏敏上前拉住邓佳佳的手，眼睛四处打量：佳佳，听说你在北京混得不错，是在什么公司啊？邓佳佳平静地回答：一家投资公司，做财务方面的工作。小叔邓家文听后挑了挑眉：投资公司，现在这种皮包公司可多了，不会是那种拉人头做直销的吧？邓佳佳笑而不语，他知道解释也是徒劳，这些人早已在心里给他贴好了标签。奶奶邓老太太这时候走了过来，招呼大家入座：都别站着了，饭菜都快凉了，赶紧坐下吃饭吧。年夜饭的桌子上摆满了丰盛的菜肴，这是母亲张慧忙碌了一整天的成果。邓佳佳能感受到母亲想要营造和谐氛围的努力。入座后，大伯周泽明作为家中长子，举杯祝酒：今天家里人难得团聚，祝大家新年快乐，万事如意，酒过三巡。大伯娘林淑华开始详细询问邓佳佳的工作情况：佳佳，你在那个投资公司是做什么具体工作啊？
邓家佳放下筷子，简单回答：总监，主要负责亚太区的投资项目评估和风险控制。话音刚落，大伯娘和小叔对视一眼，两人脸上都露出了难以置信的表情。总监，大伯娘林淑华笑出声来，现在这些小公司可真会取名字，3个人的团队都能有个总监。小叔邓家文也跟着笑道：佳佳，不是大叔打击你，这种虚头巴脑的职位可不靠谱，要不要叔叔给你介绍个稳定的工作？邓建国听不下去了，放下筷子说道：嘉文，佳佳工作的是正规大公司，年薪不低的。小叔邓家文不以为然地挥挥手：哥，你别被骗了，现在这些投资公司名字听着高大上，其实都是坑人的。堂姐陈小楠的丈夫高启元这是插话：我在金融行业工作多年，国内正规的投资公司我基本都有所了解，不知道佳佳你的公司叫什么名字？邓佳佳淡定地回答：盛景国际投资。高启元愣了一下，随即表情有些微妙。那个盛景。邓佳佳点点头，不再多说，夹了一筷子菜放入口中，对母亲说道：妈，这个红烧肉做得真好，比我在外面吃的强多了。话题一转，堂姐陈小楠注意到了邓佳佳身上的衣服和包包，眼中闪过一丝嫉妒，故作惊讶地说：佳佳，你这包看着挺像那个什么牌子的，做得真像。邓佳佳抬眼看了堂姐一眼，嘴角勾起一丝微笑：是挺像的。陈小楠得意地看了看丈夫，继续说道：现在这些假货做的真是越来越像了，我上次在商场看到正品要6位数呢。邓佳佳不置可否，只是从包里拿出手机看了一眼屏幕，随后放下。大伯娘林淑华看不下去了，直接道：佳佳，做人要实在点，别攀比，咱们家条件有限，买不起那些名牌很正常。邓佳佳终于放下筷子，语气平静地说：大伯娘，这个包是我未婚夫送的，28万8，要不要看一下发票？一旦激起千层浪，整个餐桌瞬间安静下来，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邓佳佳身上。未婚夫？大伯娘林淑华的声音提高了8度：什么时候的事？怎么没听说过？邓佳佳的母亲张慧赶紧解释：就是最近的事，对方条件很好，人也很不错。堂姐陈小楠的脸色变得有些难看，她下意识地看了一眼自己的包包，那是丈夫送的，但价格不及邓佳佳包包的1/10。小叔邓家文放下筷子，语气中带着明显的不信任：佳佳，你这未婚夫是做什么的？能买得起这么贵的包？邓佳佳微微一笑：盛景国际的副总裁，主要负责亚洲区业务。这句话像一颗炸弹，在餐桌上炸开了锅。大伯一家和小叔一家的表情瞬间变得无比精彩。小叔邓家文不依不饶：这么说，你是在你未婚夫的公司工作？那这个总监职位岂不是……他没有把话说完，但暗示已经非常明显，邓佳佳是靠关系得到的职位。邓佳佳眼神一冷，正要开口，父亲邓建国先发制人：嘉文，佳佳是凭自己的能力进的公司，她和她未婚夫是在她入职2年后才认识的。小叔邓家文讪讪地笑了笑，不再说话，但那种不屑的表情依然挂在脸上。小明在一旁天真地问道：爸爸，什么是未婚夫啊？堂姐夫高启元尴尬地解释了一下，同时给了邓佳佳一个半是怀疑半是惊讶的眼神。饭桌上的气氛变得有些微妙。
邓家佳能感受到每个人眼神中的不同情绪，怀疑、嫉妒、尴尬，甚至还有一丝不易察觉的恐惧。大伯娘林淑华清了清嗓子，似乎想要挽回局面。佳佳，你这个未婚夫，家里是做什么的啊？邓佳佳知道大伯娘的用意，她想确认自己是否真的攀上了高枝，还是在说谎。于是淡定回答，他父亲创办了盛景国际，现在主要负责集团的全球战略。大伯娘咳嗽一声，勉强挤出一个笑容，那挺好的。不过佳佳啊，这种富二代可不太靠谱，你要擦亮眼睛。邓佳佳知道大伯娘这是话里有话，暗指她的过去，但她选择不予理会，只是点头应了一声。奶奶邓老太太这时候开口了，声音中带着一丝责备：佳佳，你当年的事情闹得那么大，这个未婚夫知道吗？邓佳佳的手指微微颤抖，但表情却依然平静。知道，我和他之间没有秘密。小叔邓家文忍不住插嘴，这年头男人可不在乎那些，只要长得漂亮就行。这句话明显带有侮辱性，母亲张慧的脸色瞬间变得苍白，父亲邓建国猛地拍桌而起：嘉文，说话注意点。小叔邓嘉文被这突如其来的怒气吓了一跳，赶紧道歉：哥，我就随口一说，别生气。邓佳佳轻轻拉住父亲的手，示意他坐下，然后对小叔说：小叔，您说的对，男人确实不在乎那些，就像当年您为了那点好处不在乎自己的良心一样。这句话说得平静，但内容却如同一把尖刀，直指小叔的痛处。小叔邓嘉文的脸色瞬间变得铁青，餐桌上的气氛一下子降到了冰点。就在这时，邓佳佳的手机响了起来，屏幕上显示的是杨巡。抱歉，我接个电话。邓佳佳起身走到一旁，按下接听键。电话那头传来男人低沉温和的声音：佳佳，年夜饭开始了吗？一切都还好吗？邓佳佳微微一笑，声音轻柔：都挺好的，大家都在呢。杨巡似乎察觉到了什么，语气中带着担忧：出什么事了吗？你的声音不太对劲。邓佳佳看了一眼餐桌上的亲戚们，他们正竖着耳朵试图听清他的谈话内容。他轻声说道：没事。你什么时候到？杨巡叹了口气：临时有点急事要处理，可能要明天早上才能到。不过我已经安排海巡记把海鲜大餐送到你家了，应该马上就到。邓佳佳愣了一下，随即反应过来：谢谢你，我等你明天来。挂断电话，邓佳佳刚要回到餐桌前，门铃就响了。母亲张慧前去开门，几个穿着制服的服务员推着餐车走了进来，每个人手中都拿着精美的食盒。你好，这是盛景国际杨先生订的海巡记新年特别套餐，请问需要我们帮忙摆盘吗？为首的服务员礼貌地询问。张慧一脸惊讶，不知所措地看向女儿：佳佳，这是……邓佳佳走上前，微笑着说：不用了，我们自己来就好，谢谢你们。服务员点点头，将食盒整齐地放在茶几上，恭敬地退出了房间。大伯娘林淑华的眼睛几乎要瞪出来，她低声对大伯说：海巡记可是本市最高档的海鲜餐厅，一桌没有上万块出不来，还需要提前1个月预约。堂姐陈小楠的丈夫高启元走上前，仔细查看食盒上的标志，随后轻声对妻子说：是真的，我上次请客户去吃就是这个餐厅。邓佳佳将食盒一个个打开，里面是精美的海鲜料理，色香味俱全，
令人垂涎欲滴。我未婚夫怕我在家吃不惯，特意安排的，大家一起尝尝吧。邓家家的语气平静，但眼中却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得意。奶奶邓老太太抿了抿嘴，看着这些昂贵的食物，表情有些复杂。小叔邓家文不甘心地说：“现在的商家可真会做营销，找几个人装模作样送个外卖，还能提升档次。”堂姐夫高启元尴尬地咳嗽一声：“这个应该不是普通外卖，海巡记的餐点确实很有特色，我认得这个标志。”小叔邓家文不死心，拿起一个食盒仔细查看，这标志做得挺像，但我怎么听说海巡记从来不做外送服务？邓家家微微一笑，这是他们最近推出的尊享家宴服务，目前只对部分客户开放。堂姐陈小楠眼中闪过一丝嫉妒，强作镇定地说：“这餐厅有什么特别的吗？不就是海鲜吗？”邓家家不紧不慢地回答：“杨巡和餐厅老板是朋友，他们一起设计了几款特色菜品，这些餐具也是他参与设计的。”这句话如同一道惊雷，震得在场所有人都呆住了。大伯娘凌淑华的声音都变了调：“你是说这家餐厅是你未婚夫的产业？”邓家家摇摇头：“不是，只是参与了部分设计和投资。”小叔邓家文的脸色一阵青一阵白，半晌说不出话来。邓家家将海鲜分别盛到盘子里，动作优雅而熟练，仿佛在做一件再平常不过的事情。“尝尝吧，这道黑松露鲍鱼是杨巡最喜欢的。”邓家家将一盘精美的料理推到父母面前，语气温柔。大伯一家和小叔一家面面相觑，不知是该继续质疑还是就此罢休。最终在食物的诱惑下，所有人都拿起了筷子。海鲜的鲜美很快让他们忘记了刚才的尴尬。堂姐陈小楠小声对丈夫说：“这海鲜确实比我们上次吃的那家好多了。”高启元点点头，眼神中透着一丝复杂。看来家家确实找了个不错的对象。邓家家看着亲戚们狼吞虎咽的样子，心中暗自好笑。他想起了杨巡曾经说过的话：“人性就是如此，当他们看不起你的时候，不要试图解释，用事实说话会更有力量。”饭桌上的气氛渐渐缓和，大伯周泽明开始询问邓家家的工作细节，语气中已经带上了一丝尊重。“家家，你们公司主要投资什么项目啊？”大伯周泽明问道，声音中充满了好奇。邓家家简单介绍了几个公司参与的项目，专业的术语和流利的表达让在场的亲戚们无不侧目。小叔邓家文的妻子赵敏敏忍不住插嘴：“家家，你们公司还缺人吗？我侄子刚毕业，学金融的。”邓家家微微一笑：“可以啊，让他投简历，公司一直在招人，不过竞争挺激烈的。”大伯娘凌淑华这时候也变得热情起来：“家家，你这个未婚夫长得帅吗？有照片吗？”邓家家拿出手机，调出一张他和杨巡的合影。照片里的男人身材高大，五官深邃，气质非凡。照片在亲戚们中间传递，引起一阵阵惊叹。堂姐陈小楠的脸色明显变得不太好看。“这是在哪里拍的啊？背景好像是国外。”大伯娘凌淑华问道，眼中满是羡慕。邓家家随口回答：“巴黎，去年冬天去度假的时候拍的。”堂姐夫高启元有些尴尬地看了妻子一眼。两人原本计划今年去日本旅游，相比之下显得格外寒酸。奶奶邓老太太这时开口了，语气中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酸意：“
佳佳，你现在是找到好归宿了，当初那么大的事情总算过去了。这句话像一盆冷水，瞬间浇灭了餐桌上刚刚缓和的气氛。邓佳佳的表情微微一僵，但很快恢复了平静。奶奶，您说的对，过去的事情都过去了。小叔邓家文像是抓住了什么把柄，冷笑一声，这么说，你未婚夫知道你当年的事，真是大度啊。邓建国忍无可忍，拍桌而起，嘉文，你够了，当年的事情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你心里没数吗？小叔邓家文被这突如其来的怒火吓了一跳，但很快又恢复了镇定。哥，我只是实话实说，当年的事情闹得那么大，全城都知道。母亲张慧的眼睛红了，低声说道，那些都是谣言，佳佳是被冤枉的。堂姐陈小楠冷哼一声，被冤枉？证据确凿的事情还能是冤枉？就在气氛即将失控的时候，邓佳佳站了起来，声音平静，但带着不容置疑的力量。10年了，我一直在等一个道歉，看来今天依然等不到。餐桌上一片寂静，所有人都被他突如其来的气场镇住了。邓佳佳起身离开餐桌，走向洗手间，她需要一点时间平复自己的情绪。镜子里的女人眼神坚定，早已不是当年那个被诬陷后崩溃大哭的少女。正当她整理思绪时，洗手间的门被推开，堂姐陈小楠走了进来，两人面对面站着，空气中弥漫着一种奇怪的紧张感。佳佳，没想到你真的飞黄腾达了。陈小楠的声音带着一丝复杂的情绪，既有嫉妒又有不甘。邓佳佳看着镜子中的陈小楠，淡淡的说，人生有起有落，这很正常。陈小楠冷笑一声，压低声音说，你还记得10年前那件事吗？你应该感谢我没有说出全部的真相。这句话像一把尖刀，直刺邓佳佳的心脏。她的眼神瞬间变得锐利。你以为我这10年是怎么过来的？我早就查到了所有的证据。陈小楠的表情有一瞬间的慌乱，但很快恢复了镇定。什么证据？都过去10年了，谁还记得那些事？邓佳佳转过身，直视堂姐的眼睛。是啊，10年了，可我一直记得，每一个细节都记得清清楚楚。时间仿佛倒流回10年前，那个雨夜，18岁的邓佳佳被指控与一名已婚男子有不正当关系，照片在学校和社交媒体上疯传，女孩的清白和名誉瞬间被摧毁。学校劝她退学，父母因为承受不住舆论压力，差点离婚。奶奶当着全家人的面斥责她不知廉耻，没有人相信她的解释，没有人愿意为她调查真相，所有人都选择了相信那些刻意制造的证据。最痛苦的不是被诬陷，而是发现这一切都是自己最亲近的人一手策划的阴谋。你当年为什么要那么做？就因为我考上了你梦寐以求的大学。邓佳佳的声音很轻，但字字如钉。陈小楠的脸色变了，他下意识地后退一步。你在胡说什么？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邓佳佳冷笑一声，张教练的手机里有你们的对话记录，我花了2年时间找到了他，包括你许诺给他的好处，以及你们是如何设计那些照片的。陈小楠的脸色瞬间变得惨白，他抓住洗手台的边缘，仿佛随时会跌倒。你在撒谎。邓佳佳摇摇头，眼神中充满了怜悯。小楠，你知道我没有撒谎，就像当年你知道我是清白的一样。陈小楠的眼中闪过一丝恐慌，随后迅速离开了洗手间，逃也似的回到餐桌前。
邓家佳深吸一口气，正准备跟上去，手机突然响了起来，是公司同事赵明的电话。佳总，有件事需要您确认一下，下周的人事调整名单已经准备好了，需要您最后过目。赵明的声音从电话那头传来。邓家佳皱了皱眉，不是说过年后再处理吗？赵明解释道，是杨总临时决定的。他说有几个岗位需要尽快确定，其中就包括我们前段时间收购的那家公司的管理层任命。邓家佳突然想起什么，问道，是哪家公司？赵明回答，就是星辉科技，准备重组管理层。名单上有一个叫邓嘉文的，是技术部门主管，提名为下一任技术总监。邓家佳的心猛地一跳，这个名字他再熟悉不过了，正是他的小叔邓嘉文。确定是这个名字？邓家佳的声音有些颤抖。赵明肯定地回答，是的，我核对过了，简历上显示他在公司工作了15年，业绩不错，是这次提拔的重点人选。邓家佳沉默了片刻，随后平静地说，把这个名字从名单上删掉。赵明愣了一下，佳总，这个提名是技术部门力推的，说他能力很强。邓家佳打断了他，我说，把这个名字从名单上删掉，不要让他知道是我的决定。赵明似乎听出了什么，不再多问，明白了，我这就去办。挂断电话，邓家佳站在原地，心情异常复杂。命运有时就是如此奇妙，当年助纣为虐的小叔，如今竟然无意中成为了他的下属，而他梦寐以求的升职机会，居然需要他点头才能实现。邓家佳深吸一口气，整理了一下情绪，走出洗手间，回到了餐桌前。餐桌上的气氛有些微妙，堂姐陈小楠的脸色苍白，不时偷瞄邓家佳，眼神中充满了恐惧。小叔邓嘉文却没有注意到这些细节，他喝了几杯酒，开始滔滔不绝地讲述自己的工作和即将到来的好运气。公司最近被一个大集团收购了，听说是为了扩展亚洲市场。小叔邓嘉文得意地说，我这次很可能被提拔为技术总监，年薪至少翻1倍。大伯周泽明连连点头，嘉文啊，这些年你在公司兢兢业业，总算熬出头了。小叔邓嘉文喝了口酒，继续炫耀，这次收购我们的集团很厉害，听说是国内最大的投资公司之一，资产上千亿。邓家佳端起茶杯，轻轻抿了一口，脸上的表情平静如水。堂姐夫高启元好奇地问道，是哪个集团啊？最近金融圈有不少大动作。小叔邓嘉文挠了挠头，好像叫什么盛景国际，具体我也不太清楚，反正很牛就是了。这句话一出，堂姐陈小楠手中的筷子掉在了桌上，发出清脆的声响。高启元的表情也变得异常精彩，他看了看邓家佳，又看了看小叔，欲言又止。邓家佳的手机这时又响了起来，他看了一眼屏幕，接起电话，简短地说了几句，然后挂断，放下手机。邓家佳的声音平静得可怕，那个升职名单把邓嘉文的名字删了。这句话如同一颗炸弹，在餐桌上炸开了锅，所有人都愣住了。小叔邓嘉文的笑容凝固在脸上。你说什么？小叔邓嘉文不确定自己是否听错了，声音有些发颤。邓家佳看着小叔，目光如炬。我说，你不会升职了。邓嘉文。餐桌上鸦雀无声，所有人都意识到了什么，但却不敢相信这个巧合。父亲邓建国第一个反应过来，佳佳，你的意思是？
小叔的公司被你们收购了。邓佳佳点点头，语气平静。上个月刚完成的收购，我作为项目负责人，负责评估和重组。小叔邓佳文的脸色唰的一下变得惨白，他结结巴巴地说：“你是盛景国际的人？”邓佳佳微微一笑：“总监，负责亚太区的投资项目评估和风险控制。”就像我之前说的那样，小叔邓佳文如遭雷击，一时间说不出话来。他怎么也没想到，自己口中的皮包公司竟然是收购自己公司的巨头，而被他嘲讽的侄女竟然握有他职业生涯的命脉。大伯娘林淑华惊得合不拢嘴，这不可能吧？佳文在公司工作了15年，怎么会？邓佳佳打断了他：“大伯娘，商业世界就是这样，能力和忠诚同样重要。”小叔邓佳文这时才回过神来，声音中带着恳求：“佳佳，你不能这样，我在公司15年了，这次升职对我很重要。”邓佳佳看着小叔惊恐的表情，10年前的记忆如潮水般涌来。当年正是小叔邓佳文帮助堂姐散布谣言，甚至拿着 PS 过的照片去她学校闹事，导致学校不得不让她退学。邓佳佳的声音冷了下来：“小叔，你知道星辉科技这次被收购是因为内部财务数据造假吗？”小叔邓佳文的脸色更加难看，冷汗顺着额头流下。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邓佳佳继续道：“作为技术部门的负责人，你在过去3年中修改过多少次系统数据，又拿了多少好处？这些我们都查得一清二楚。”这句话如同晴天霹雳，小叔邓佳文一下子瘫坐在椅子上，脸色惨白如纸。堂姐陈小楠惊慌地看着丈夫，高启元的表情也变得异常严肃。作为金融行业的人士，他知道财务数据造假的严重性。大伯周泽明试图为小叔辩解：“佳佳，这肯定是误会，佳文不可能做这种事。”邓佳佳从包里拿出一个 U 盘，放在桌上，这里有完整的证据，包括小叔如何修改数据，以及他和公司某些高管的交易记录。小叔邓佳文彻底崩溃了，他颤抖着举起酒杯一饮而尽，语气中带着哀求：“佳佳，当年的事是我不对，你别把这个拿出去。”邓佳佳冷笑一声：“怎么，现在知道害怕了？当年你和小南一起造谣，逼我退学离家的时候，怎么没想过后果？”这句话一出，全桌人都惊讶地看向陈小南，堂姐的脸色瞬间变得惨白。堂姐夫高启元不敢置信地看着妻子：“小南，他在说什么？”陈小南慌乱地摆手：“他胡说，我没有，当年明明是他自己。”邓佳佳打断了他：“我有证据，包括你和张教练的对话记录，以及你许诺给他的好处。”全场再次陷入寂静，所有人都被这突如其来的真相震惊了。父亲邓建国颤抖着问道：“佳佳，你的意思是，当年的那些照片和谣言都是小南和佳文一手策划的？”邓佳佳点点头，眼中含着泪水：“是的，就因为我考上了北大，而小南没有，他嫉妒我，就联合小叔设计了这一切。”这个真相如同炸弹，炸得在场所有人都措手不及。母亲张慧当场泪崩，哽咽着说：“我就知道我女儿不可能做那种事，我一直都相信你。”奶奶邓老太太难以置信地看着陈小南和小叔邓佳文，声音中带着颤抖：“你们真的这么做了？”大伯周泽明愤怒地拍桌而起：“小南，你怎么能这样？
这是亲戚啊！陈小南被父亲的怒火吓得不轻，眼泪顺着脸颊流下。爸，我当时太嫉妒了。大伯娘林淑华此时也不敢为女儿辩护，只是低着头，不敢与任何人对视。小叔邓家文跪在地上，向邓家佳和他的父母磕头认错。哥、嫂子、佳佳，我错了，我真的知道错了，求你们原谅我。邓家佳看着这一幕，心中百感交集，10年的委屈和愤怒终于在这一刻得到了释放。就在这时，门铃再次响起，父亲邓建国起身去开门。一个高大英俊的男人站在门外，身后跟着几个西装革履的人。杨巡站在门口，眼神中带着关切和疑惑。我提前处理完事情，过来接你，出什么事了吗？邓家佳看到未婚夫，心中涌起一股暖流，轻声说道：没事，只是在解决一些过去的恩怨。杨巡走进客厅，敏锐地察觉到了屋内凝重的气氛，他礼貌地向邓家佳的父母问好，随后站在了邓家佳身旁。这位是大伯周泽明，试图缓和气氛，向杨巡伸出了手。邓家佳介绍道：这是我未婚夫杨巡，盛景国际的副总裁。杨巡与大伯握了握手，目光却落在跪在地上的小叔邓家文身上，疑惑地看向邓家佳。这时，邓家佳平静地说：我小叔也是星辉科技的技术主管，就是上个月我们收购的那家公司。杨巡恍然大悟，表情变得严肃起来。哦，那个数据造假的案子。小叔邓家文听到这话，脸色更加难看，冷汗直流。杨巡身后的一个西装男子上前一步，递给邓家佳一个文件夹。邓总，这是您要的资料，都准备好了。邓家佳接过文件夹，打开看了看，满意的点点头。谢谢。案子进展的怎么样了？西装男子回答：检方已经立案，就等您的最后决定了。这番对话如同一记重锤，彻底击垮了小叔邓家文最后的希望。他绝望地趴在地上，浑身颤抖。堂姐陈小楠也瘫坐在椅子上，眼泪不停地流，不断喃喃自语：对不起，对不起。杨巡看了看屋内的情况，低声对邓家佳说：需要我们回避一下吗？邓家佳摇摇头，拉着未婚夫的手，声音提高了几分：不用，正好让大家都了解一下事情的真相。他拿出手机，点开一段录音，是10年前堂姐陈小楠和体育老师张教练的对话，内容清晰地揭示了他们是如何设计陷害邓家佳的。我只想让他尝尝被人指指点点的滋味，您帮我这个忙，我爸可以安排您进市体育局。堂姐的声音从录音中传出，清晰而刺耳。接着是另一段录音，是小叔邓家文和某人的通话，照片已经发到学校论坛了，效果比我们想象的还要好。那死丫头这回别想考大学了。这些铁证如山的证据让在场的所有人都哑口无言，大伯一家的脸色难看至极，小叔更是不敢抬头。奶奶邓老太太颤抖着声音问：佳佳，这些录音你是什么时候找到的？邓佳佳平静地回答：离开家的第3年，我找到了张教练，他已经良心不安很久了，把所有证据都交给了我。父亲邓建国愤怒地质问：既然有证据，为什么不早点拿出来澄清？邓家佳苦笑一声：有用吗？当年谣言已经传遍了全城，我的名誉已经毁了，拿出证据又能怎样？我选择了离开，重新开始。母亲张慧抱住女儿，痛哭失声：佳佳，
对不起，妈妈没能保护好你。邓佳佳轻轻拍着母亲的后背，声音温柔：没关系，妈，我知道你一直相信我。杨巡这时开口了，声音低沉而有力：邓叔叔，张阿姨，我想正式向你们介绍一下自己。他从口袋里拿出一份文件，下个月，佳佳将正式接任盛景国际亚洲区的总裁，负责集团在亚洲的全部投资业务。这个消息再次震惊了在场的所有人，大伯和大伯娘的表情如同见了鬼一般。杨巡继续说道：佳佳是我见过最优秀的女性，她用自己的能力获得了今天的一切，我们很幸运能遇到她。小叔邓嘉文此时已经完全崩溃，他跪着爬到邓佳佳面前，不断磕头：佳佳，求你放过我，我知道错了，真的知道错了。邓佳佳看着小叔可怜的样子，心中没有一丝快意，只有深深的疲惫。小叔，我本来没想过报复，只是不能让不择手段的人得到本不属于他们的东西。杨巡低声问道：你打算怎么处理？邓佳佳沉默了片刻，随后说道：数据造假的案子不会追究他个人责任，但他必须离开公司，永远不得再进入这个行业。小叔邓嘉文如蒙大赦，连连点头：谢谢，谢谢佳佳，我这就辞职，永远不再碰这一行。堂姐陈小楠这时也走上前，跪在邓佳佳面前，声音中带着哭腔：佳佳，对不起，我真的知道错了，当年是我太嫉妒你了。邓佳佳看着堂姐，眼中没有恨意，只有平静。小楠姐，我不恨你，我只是想要一个迟来的道歉和真相。大伯周泽明和大伯娘林淑华站在一旁，脸上写满了愧疚和尴尬，一时不知该如何面对这一切。奶奶邓老太太颤巍巍地走到邓佳佳面前，老泪纵横：佳佳，奶奶错怪你了，奶奶有眼无珠啊。邓佳佳扶住奶奶的手，轻声说道：奶奶，过去的事都过去了，我不怪您。杨巡看着这一幕，轻轻握住邓佳佳的手，给了她一个鼓励的眼神。夜深了，亲戚们陆续离开，只剩下邓佳佳、杨巡和他的父母。客厅里，父亲邓建国神情复杂地问道：佳佳，这些年你过得怎么样？邓佳佳靠在杨巡肩膀上，轻声回答：一开始很难，后来慢慢好了。我在北京读完了大学，然后进入投资行业。杨巡补充道：佳佳是公司最年轻的项目总监，她的能力得到了所有人的认可，包括我父亲。母亲张慧擦着眼泪，心疼地说：这些年你受苦了。邓佳佳微笑着摇摇头：妈，不是所有的经历都是坏事，如果不是当年的变故，我可能不会这么努力，也不会遇到寻。父亲邓建国沉默了许久，最终低声说道：佳佳，对不起，当年爸爸没能保护好你。邓佳佳起身抱住父亲：爸，你已经尽力了，我知道您一直相信我。一家人抱在一起，多年的隔阂在这一刻消融，泪水中带着解脱和重生的希望。杨巡坐在一旁，看着这温馨的一幕，眼中满是柔情。夜更深了，杨巡提出告辞，明天再来接邓佳佳。临走前，杨巡握着岳父岳母的手，真诚地说：叔叔阿姨，请放心，我会用一生去爱护佳佳，不会让她再受到任何伤害。送走杨巡，邓佳佳和父母坐在客厅里，聊着这10年来的点点滴滴。佳佳，你什么时候认识杨巡的？母亲好奇地问道。邓佳佳微笑着回忆：3年前，
在一次投资峰会上，他是演讲嘉宾，我是项目代表，一见如故。父亲邓建国关切地问：“他对你好吗？”邓家佳点点头，眼中满是幸福。很好，他从不在意我的过去，只关心我的现在和未来。母亲张慧欣慰地笑了。那就好，妈最担心的就是你在外面受委屈。邓家佳握住父母的手，眼中含泪。爸妈，谢谢你们一直以来的信任和支持。窗外，新年的烟花绽放在夜空中，绚烂而短暂，就像人生中的磨难终将过去，留下的是更加坚强的灵魂。邓家佳站在窗前，看着绚丽的烟花，心中感慨万千。10年的漂泊，10年的努力，10年的蜕变，终于在今晚得到了一个完美的答案。他拿起手机，给杨巡发了一条信息：“谢谢你，让我有勇气面对过去。”杨巡很快回复：“不是你自己的坚强让你战胜了一切，我只是个幸运的见证者。”邓家佳微笑着看着这条信息，眼中流露出幸福的光芒。有些伤痛需要时间去愈合，有些真相需要勇气去面对，而他已经做到了。新的一年，新的开始，邓家佳知道，无论未来有什么挑战，她都不再是那个孤独无助的少女。她有家人的支持，有爱人的陪伴，更有自己内心的力量。这场迟来的正义，不是为了报复，而是为了让所有人都能坦然面对过去，从伤痛中解脱，向着更美好的未来迈进。窗外的烟花仍在绽放，映照着邓家佳平静而坚定的面容。这一刻，他感受到了真正的平和与解脱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本期故事精彩吗？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吐槽。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微光夜读，并分享给更多的人，这会对我帮助很大。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。